2025大阪世博会中国馆顶着最大外国自建馆的头衔，把老祖宗的竹简完成建筑界的变形金刚。场馆模拟成书籍长卷，119条巨型竹简以经文、篆隶、行、楷书轮番上阵，写上中华名言金句，吸引无数外国友人纷纷开启哇塞模式。今天就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走 C 位的千年老友竹子。竹子大概是植物界的跨界达人，说是草又比草高太多，说是木又空心没数轮，连古人都挠头感叹说竹子不刚不柔，非草非木。但现代植物学家一拍大腿，就把竹子定性为草根阶层。可别小看这根草，它可是地表生长速度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，最高纪录一天飙高1米多，35年就已经组团出道成一片竹林，被采伐利用。竹类植物的起源和世界最多的竹种都在中国。我国现在的竹林基本分布在长江以南，因为竹子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的环境。但在4000年前，长江流域热得像个热带雨林，黄河地区也十分温暖，所以古代的黄河两岸是个竹海主题公园。我们的华夏先民和竹子日夜相对，亲密无间。4大文明古国中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有沙草纸书和泥板文书，华夏先祖也就地取材，把文字和文明依托在他们最熟悉的竹子上。当4大古文明成了断更小说，我们的故事还连载5000年不卡顿。竹子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续命神器啊！提到古代文字载体，很多人会联想到商周甲骨和青铜器，但真相是它们都是占卜祭祀用的 VIP 限定款。真正担当国民笔记本大任的，还得是竹木制成的简牍。上书记载，商朝人有册有典。甲骨文中，册就像上下2根绳子，把参差不齐的竹简编连在一起。典是指一些重要的简册，需要好好架置在案上，因此典可以引申为经典的意思。而商朝记事的史官就叫作册。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简册是战国时代的。更戏剧化的是，秦始皇搞了场焚书，差点让先秦典籍全场清仓。幸好儒生们开启人肉 U 盘模式，硬是靠背诵默抄和偷偷把书藏在墙缝的神操作，保住了文化火种。但谁能想到，考古让我们弯道超车，文保专家对出土竹简的修复比抢救泡水手机还神仙。用红外线扫描读取内存，保住出土时迅速氧化模糊的墨迹，还愣是把一滩像烂泥或面条糊糊一样的竹简还原成老子、孙子兵法，甚至失传的乐经。这波操作连古人都得感叹，你们现代人居然读到我们都没见过的书，而且读的书比我们还高清。为了适配竹简这种竖屏阅读器，汉字还默默改写了排版。因为竹片窄长，木和马字都从躺平变站岗，许多横着的象形字被掰成竖屏模式。又由于古人左手拿简，右手写字，写好的简一根根从右向左推去排好，所以书写顺序从右往左，从上到下，仿佛我们今天刷手机的姿势呢。东汉造纸厂老板蔡伦大概没想到，他改良的纸张居然和竹简缠斗到400年以后的魏晋南北朝，才能把竹简彻底挤出文房界。但竹子一个华丽转身，就开启了第2春。先民们疯狂把竹子开发利用，从日用器、生产工具到乐器、建筑材料、交通工具、书写用品及工艺品，至今已经有过万种竹制品，成了世界之最，堪称一竹通关全服。就连大熊猫的吃播生涯也得靠竹子全程赞助。进入21世纪，竹子化身绿色超级英雄，竹子固碳能力是普通树木的4倍，一下子成为现代碳中和时代最理想的资源。我们以竹代素，直接解决白色污染。科学家还琢磨用竹子发电，竹子简直是可再生能源界的6边形战士。但竹子最动人的角色，始终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导师。华夏先祖把人的情感、性格、理想志向都寄予在竹子的生物学特质之上。竹子中空，象征虚怀若谷；竹子有节，代表宁折不弯；竹子四季常青，不畏严寒，寓意坚韧不拔。文人墨客对竹子更是痴迷。魏晋隋唐有竹林七贤、竹溪六义组团出道，王维为竹子写诗，郑板桥为他作画，苏东坡甚至放话：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
儒家观物彼德的传统，把竹子和人格理想结合在一起，让竹子成了华夏民族精神世界的灵魂树洞。李安在《卧虎藏龙》里用竹海比剑拍出东方美学的飘逸，让西方观众沉醉叫好。如今，世博会的竹简场馆以既古老又前沿的姿态，为人类续写与自然共生的剧本，扛住了5000年风雨，非草又非木的竹子正在撑起我们下一个千年。